现代人都非常频繁的使用手机，那我今天想要介绍大家，把你的耳机拿下来，那你用自己的双耳，用最直接的方式，然后来体验跟认识宜兰。今天烟波来到宜兰，带你们用耳朵重新认识这座城市。我们跟着群山文化制作，一个用声音采集地方风景、用音乐记录土地故事的创作团队。他们也介绍了我们许多在地人私藏的美食和景点哦，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，跟着烟波 check in 宜兰。影片开始前，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即享烟波专属优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宜兰的 Ten 游腾辉，我是一位音乐人，也是群山文化制作的创办人。我的音乐呢，就融合了 R&B， 然后灵魂乐，然后我也喜欢用 Hip Hop 的节奏的模式创作音乐这样子。我是由林伟，然后丽丽也是 Ten 的妹妹，群山文化的专案企划。我觉得群山文化它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字是声音。所谓的声音，我们可能可以分两种，一种就是大家最常听的物理上音乐的声音，一方面就是我做着音乐的工作，包括音乐制作啊，然后编曲。那另外一部分呢，我也跟我的妹妹 Lily， 然后我们一起做着市集的活动。过程当中，那我们会去发掘各种人的故事，然后地方的故事跟品牌的故事。那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传达故事的声音。我们自己都是宜兰人，我们去参加宜兰人市集，因为这次的市集，我们也去发想了说做声音的计划，或者是说做小志这样子的一个形式。因为我们是以声音作为出发的一个 project 嘛，我们这次就以物语寄信这个名字，物跟语可能就是大家对宜兰比较常有一个既定的印象，把它做成一张小小的专辑。那你用手机去扫描，那它就有音乐的连接跳出来，放进一些宜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声音地景，包括我们可以听到市场的声音，比如说我们去海边采集一些海浪啊，然后鸟鸣的声音这样子，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诠释或者体验到的宜兰的声音这样子。就是声音地景 soundscape 的概念的话，它比较像是，比如说我做广告配乐，我可能会帮影片去做一些模拟声音的采集，比如说我要去采集模拟走路的声音、车子经过的声音或飞机飞过去的声音。其实换到比如说声音地景的概念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很一般的，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那些细微声音的放大，比如说背景的马路的声音。当你去把声音放大的时候，它跟你去用视觉去看一件事情，它是蛮不一样的角度。眼睛你可以选择不去看，听觉这个感官它其实没有办法关闭，因为即使你不去听，但是你耳朵里面还是会有非常细微的声音。你透过聆听这个声音，你可以听到一个地方的历史的声音、文化的声音或物理的声音。那我就用这样子的概念重新去认识宜兰。就是求学的过程当中，在台北生活太久，在回来的过程当中，我就会发现说，其实很多小时候觉得很自然而然的东西，它其实是其他地方可能没有的。大家会很常讲说，你要认识一个地方，就是从它的市场走起嘛。宜兰的南北馆市场，它也是一个很好去认识宜兰的，不管是庶民小吃或者是一些发展的历程，都可以再从那边看到宜兰的发展的痕迹。最早大概就是从1912年左右日治时期那个时候开始，它原本是一个工字形的，那后来就是就在中间拓宽隔了一个马路，分成南北馆的市场。如果大家来到北馆的话，你可以发现说，它有一种日式商店街的感觉。那南馆的话，在那边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的日常生活用品。阿公阿嬷讲话本身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点，或者是听菜市场的人，不同的地方的人，他们在叫卖的方法、跟声音、跟语调，因为宜兰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腔调，包括你简单讲的价摩还是价摩爱，就是在不同地方是不一样的。机车的声音或是车子的声音，我觉得也都很有趣。我自己觉得宜兰人他们很习惯，也是用机车，然后在逛街，尤其是逛市场。然后宜兰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，它就是老一辈的机车前面都会有挡风镜。这个后来也是离开宜兰之后才发现说，好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。台北也有很多的市场，然后我也去不同的地方收集，然后跟比较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。
如果你想要非常直接、快速的直接吃到浓缩版的宜兰的办豆的话，就会推荐你去北馆的四海居。现在应该到第3代，那边你可以吃到，比如说非常新鲜的宜兰的海产、鲨鱼烟啊，然后粉肠啊，这些都是算是宜兰特色的小吃。然后还有西卤肉，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宜兰的名菜。西卤肉它里面其实不是真的有肉，而是因为以前大家比较穷苦一点，那他们就做了一道菜去模拟肉的口感。日文的那个汤词汇叫做西鲁莫肉，后来就有人家讲说，哦，这个就是西鲁肉，然后加上宜兰人也很喜欢吃羹，可能跟其他县市比起来，宜兰的汤都会比较浓稠，会勾芡，就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加了非常多不同的蔬菜，然后以及蛋酥放在汤里面，它就会模拟一种肉的口感。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除了这个 NFC 的 mini 的专辑以外，我们会做一本 Zine， 以我们的角度来去推荐我们喜欢的宜兰景点。我平常就还蛮喜欢阅读，然后可能我到一个地方也会去看说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独立书店。我会想要推荐有一间书店叫默默书店，它是只借书然后不卖书的一个书店。那它平常是比较关注像是环境啊跟动保的一个议题在，它的空间也有提供素食的餐点，然后也会有像是举办讲座啊活动类型的。二地居它其实是地方创生里面的一个名词，工作跟生活是在可能城乡两边之间，包含说像是物语之庭这个计划，它也是透过说我们在台北跟宜兰两地之间的一个探索。虽然台北也很常下雨，但是我觉得宜兰人对于在宜兰下雨这件事情是有另外一种感受的，跟台北的雨不太一样。宜兰其实很潮湿这件事情，好天气很久，然后忽然开始又下雨，我觉得可以沉淀下来，然后跟外界可以产生一个距离感，有种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反而可以去反思一些东西。用声音去认识宜兰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，因为宜兰它也有它自己非常丰富的历史脉络。我们有宜兰独有的小吃，那个小吃它可能可以回溯到日治时期，或者是宜兰人的饮食习惯。然后三汤，然后好啊。火生馄饨面应该也有个大概快50年的历史。宜兰人非常喜欢吃面食，不管是肉羹面啊、炸酱面、馄饨面。这家就是爸爸从小就会带我吃到大，我很常吃他们的麻酱面，然后搭配就是馄饨汤。那他们的馄饨的皮非常的薄，你也可以在那边点各种不同的小菜。豆干壳好像是宜兰比较独有的小菜，你也可以在那边点夸巴，然后沾酱吃。宜兰的沾酱其实还蛮特别的，会混着2种酱，然后酸甜去吃。3848，对。喝饮料，然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话，我会推荐就是北门的绿豆沙牛乳大王。有名的其实就是绿豆沙或者是木瓜牛奶。我好像没有在别的县市喝过，就是完全没有渣，像是在喝奶昔一般的绿豆沙牛奶，非常顺口。小贵友它是我高中学长开的一间日式的冰品跟甜品店，他们的品项其实非常多种，当然就是包括你经典的就是抹茶的剉冰或者是焙茶的剉冰，然后他们上面加各种不同的料，包括蕨饼啊，然后环子在里面。我觉得老板非常的用功，他会定期的然后去日本去观摩，然后发想说现在日本那边有什么流行的东西，那他也会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宜兰更新他的菜单这样子。只要你想要吃甜的、冰的、热的都在那边可以吃得到。最一开始是因为可能我研究所的时候，我就透过就是有点像是做广播剧、声音剧的概念，我从客运台北，然后搭车，然后经过雪隧，然后来到宜兰。比如说我就模拟宜兰下雨的声音，那我又走到了庙宇这边，去采集一些阵头的声音，去思考说，这些东西它对我的影响是什么？小时候我阿公是庙公，所以我对庙会的文化其实是非常熟悉的。我听我爸爸说，就是我幼稚园还是幼幼班的时候，我会听到阵头啊，或者是游行选举的声音，这种热闹的声音，然后我就会跑出去，然后想要去找那个声音在哪里，我会想要去抓我跟这些东西的连接在哪里。
就是最近大家不是都在跟那个白沙屯的妈祖嘛，在宜兰的话，它也有一个宜兰当地的庙宇文化的盛事，叫宜兰大拜拜。城隍庙跟东玉庙这2间大的庙，每一年轮流办大拜拜，然后就会有阵头的游行。刚好这2间庙是连接的，就是宜兰以前最繁华的地方，可以从那边的建筑上面发现各种不同的文化。宜兰这个地方，不管是人啊，或者是商圈密集度不会很高，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我在这里生活时会视野啊什么，其实都是可以看到很多田、很多山，甚至可以就是远眺海边。我自己是很喜欢宜兰这个自己的家乡这样子。我们今天也介绍了我们的声音的作品《无语记行》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跟网站上面 check一下。欢迎大家就是有空的话可以来宜兰玩，然后体验宜兰的文化跟美食。用你的双耳，用比较直接单纯的方式，然后来宜兰走走，然后听听宜兰的声音。也欢迎大家来订阅烟波的 YouTube 频道哦。烟波确定宜兰，吃喝玩乐一把抓。订阅我们，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。我们下期影片见啦！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烟波澡堂跟软实力合作的蛮力宝，刚刚是有师傅就是在那里帮我们制作，分量我觉得也很刚好，就是小小的一个，吃起来它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。大家或许会听过就是宜兰的3星的 Pop Bar， 刚刚有发现就是在那边，然后有看到一个用比较创新的方式，就是它作为一个椒盐的口味，然后可以淋上红茶的酱，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。因为我在宜兰小时候从小到大，其实早餐其实蛮习惯吃粥的，然后在烟波这边也非常多的宜兰的一些料理，南方澳的鮪鱼，然后可以试试看。如果有空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来烟波这边吃早午餐。如果想要短时间，然后你就可以吃到一整个宜兰的宇宙的各种不同的早餐的话，或午餐，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吃到，不管是中式或西式或这边在地的料理。